你突然发现平日里高傲清冷的未婚妻，总是趁着无人的时候跟空气对话。刚开始你撞见过一次没太在意，直到有次偶然间听到他说出系统2个字，你才发现事情好像有点大条了。原来未婚妻叫迎宾，前世位列9天之一，9天意味着9天10地中最强大的9人。如今重生后，他绑定了个绝世天骄系统，只要在同辈中排名榜首就能获得奖励，如果没能成为第一，则需要在排名公布后向第1名完成败北者惩罚。迎宾本以为拿个系统的奖励简简单单，没成想几年过去了，一直都是老2，并且还多次向他的未婚夫完成败北者惩罚。此时东荒的官道上，马车10几辆正快马加鞭的赶着路，你掀开车帘，却被扬起的灰尘呛得咳嗽2声。少爷，到清渊宗还有2天的脚程呢。赶车的管家陪着笑，说完又小心翼翼地补了句：咱们府里的马车赶路已经是挺舒服的，你在心中轻叹还是高铁飞机舒服？2天前你破解胎中之谜，觉醒了前世记忆，你上辈子生活在一个叫蓝星的地方，那里科技发达，生活便利，而这个叫大鱼的世界则完全不同，人人崇尚武道，追求强大的个人伟力。如今你年满16，还没享受够古代大户人家的悠闲生活，就被你爹塞上了马车，送往紫阳府3大宗之一的清渊宗去参加入门考核练武啊！你流露出神往之色，望向了天空中那3轮耀眼的太阳。一路上，你听同行的少年们说起，这个世界的武道强者，像你爹那样堪比人形高达的存在，也仅仅是倔强青铜级别。甚至有传说，天上的3枚太阳就是2位大鱼皇帝所化。这并非神话，而是有明确记载的历史。1个时辰后，天色渐黑，由镖局护持的队伍缓缓停在了驿馆前。你刚跳下车，身后马车的车帘也随之掀开，一位穿着靛蓝色布衣的少女走了下来。她的皮肤细腻的如同月下的白瓷，豆蔻年华的身躯已初具玲珑，身形几乎与你一般高。连日的赶路与病痛折磨，让她清艳华贵的容颜上带着一丝娇弱，却依然美得惊心动魄。即便她衣着普通、疲倦虚弱，可只需一眼，就足以让人相信6宫粉黛无颜色并非虚构。你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她的名字：迎宾。李家与迎家是世交，从爷爷辈起就来往密切，到了你们这一辈，2家长辈更有意撮合你们成婚，亲上加亲。你有什么想吃的，我交代厨房去弄。你随口说道。然而少女对你置若罔闻，那双冰镜似的眸子甚至都未曾看你一眼，便径直越过你走进了驿馆，只留下一阵若有若无的幽香。迎姑娘也是家中才遭变故，所以管家想为你解释。不用帮她解释，是我以前太荒唐了。你无奈地打断了她。真是造孽啊！你回忆起自己这具身体的原主，换了个世界，怎么就成了个熊孩子呢？家境殷实，又被全家惯着，偷看侍女沐浴，往柴火堆里藏炮竹这类狗屁倒灶的事儿没少干。几年前灾寿入城，迎家全家不幸遇难，只剩下迎宾一人，你爹便让他暂住在李府。结果你非但没有安慰，反而没少故意欺负他，只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像极了初中生扯暗恋女生头发的幼稚行为。众所周知，全家祭天的人通常都不简单。作为前世的小说爱好者，你心中无端联想，鸡汤来了。店小二眉开眼笑地端着盘子走来，你嘴角微抽，嘟囔道：咱好歹2世为人，怎么没个金手指什么的？你好，有的。一个陌生的声音毫无征兆地在你脑海中响起。谁在说话？你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猫，猛地弹了起来。少爷，管家眼神迷惑地看着你，不明白你又在发什么癫。没事，许是耳鸣了。你皱着眉头，正怀疑自己是不是幻听时，那道声音再度于心底响彻。既然宿主你诚心诚意地发问了，那本系统就只好出现了。意思是我不问，你这辈子还不打算出来了？好吧，这不是重点。你立刻在心中问道：系统，你有什么用？本系统为投资返利系统，宿主可以对任意对象进行投资，投资对象身上的天命越强，获得的奖励就越好。投资对象如果有大的突破，还可获得额外奖励。你微微挑眉，任意对象，那我能投资自己吗？已为宿主发放天命神眼，是否具有投资价值，请自行判断。意思就是可以了。你正这么想着，忽然感觉脑子里多了些难以言喻的事物，看不见摸不着，但你确实能够运用它。那些信息晦涩难懂，既非声音也非文字，这就是天命神眼。下一刻，为了让你更好的理解，一个面板忽地出现在你面前，姓名李默，年龄16，根骨无，境界凡人，天命灰色，先天不足，命途多舛。评价：先天亏空，导致身弱体衰，非练武之才。除了长得帅点，有个好爹，你还有个啥？你还是个啥？最近遭遇到了本系统，这评价过于真实，虽然不太礼貌，但你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没什么投资价值。于是你将目光投向了驿馆大厅里那些同样要去清渊宗的同乡们，眼底闪过一阵晦涩的光芒。你看向其中一人，姓名何勇，天命白色，蒲草之姿。评价：芸芸众生，蒲草浮有，乏善可陈。你接连看了几人，大多是白色的天命，最好的也不过是绿色。直到你的目光落在一个角落里的少年身上时，眼前才浮现出一抹青蓝色。姓名王虎，天命清，小有天资。评价：小有天赋，若勤学苦练，未来或许会有一番成就。然而心胸狭隘，睚眦必报，又嚣张跋扈，容易走上偏激之路。最近遭遇拳法达到瓶颈，急需切磋突破。看了一圈，你发现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投资的对象，唯一看起来还行的王虎还跟你有点矛盾。就在这时，驿馆的小二提着一个食盒准备上楼。客官，您要的鸡汤，照您的要求放了10年的老山参，这就给您送2楼去。等等，你心中一动，叫住了他，我自己拿上去就好。在店小二疑惑的眼神中，你接过了食盒，目光投向2楼尽头的那间厢房。他的天命
命会是什么等级呢？咚咚，你敲了敲门，片刻后，里面才传来一声清冷的“静”。少女静坐在窗前，月光顺着纱窗洒在她如水的青丝上，映得她眸子悠悠发光。当发现进来的是你时，她黛眉微蹙，可你此刻已经没空察言观色，因为你已经彻底呆立在原地。你的眼前赫然浮现出对方的信息：姓名、迎宾、年龄、16、根骨、太阴月黄体、境界无。当看到天命那一栏时，天命神眼似乎出现了些许凝滞，好像对方身上承载的因果太大，系统都有些宕机了。几秒钟后，后续的信息才缓缓浮现：天命红，身负地补，玄冰为命，秋水为神，有黄天之象。评价：命运多劫数，总能逢凶化吉。此时羽毛未丰，待风云变幻之时，必将高悬于9天10地，黄陵6合8荒。最近遭遇太阴月黄体未开脉前，外显为绝脉之体，彻底掌控太阴之力前，每天都要承受极寒之苦。好家伙，你说什么来着？这天命连颜色等级都没有，直接按意象来算。根据天命神眼的判断，天命由低到高分别是黑、灰、白、青、蓝、紫、金，而金色之上便是拥有种种意象的红色天命。这就好比人族开创大禹朝的太祖禹帝，史书记载其诞生时日月同空，紫微星动，有神龟驼碑为其复名，那也是一种天命意象。这突如其来的发现让你陷入了沉思，甚至开始怀疑人生。鸡汤趁热喝吧。你回过神，将食盒放在桌上，啪，回应你的是一声清脆的关门声。与此同时，隔壁厢房内竟归来在了这一天，涅槃重生，原来是这个意思。迎宾夹起一块鸡肉，从2楼窗口扔到后院，护院的黄犬吭哧吭哧吃完，片刻后并无异常，就是普通的鸡汤。他倒不是记仇，对于他而言，除了至亲，那些遥远的爱恨早已是过眼云烟，只是记忆里，李默很喜欢用幼稚的手段捉弄他。今天怎么会主动送鸡汤来？叮咚！就在此时，他耳畔忽地传来一声清脆的响声。谁？迎宾瞬间眯起眼睛，全身戒备。那声音好似对他的警觉置若罔闻。物资再度响起，系统绑定成功，胜者为王，败者时辰。准备好了吗？而你正躺在自己的床上，看着天花板怔怔出神。好消息是，你的青梅竹马，有大地之资；坏消息是，你和他的关系并不算好。以前还天天在他面前上蹿下跳，扮演着小丑的角色，你几乎可以预见，等拜入清渊宗，他必定会大放异彩。你的脑海中甚至浮现出经典桥段：主角检测天赋时，天赋检测时轰的一声炸开，然后那些曾经欺负过主角的小反派们，就该排队等着被打脸了。就在你胡思乱想之时，系统的提示音响了起来：投资成功，投资老山参鸡汤1碗，奖励结算中，恭喜宿主，奖励天灵补元丹1枚，天灵补元丹单程6文，乃其中极品，可补先天之缺。话音刚落，一个打开的玉盒凭空出现在桌上，里面盛着一枚紫气氤氲、神光内敛的晶莹丹丸。你张了张嘴，表情微微僵住，呼吸都停了几秒。这玩意儿你听说过？你是个早产，娘亲怀胎时受了惊吓，导致你从小体弱多病。为了弥补你的先天不足，你爹四处寻找这所谓的天灵补元丹，奈何此物有市无价，倾尽李家半数家财，恐怕也只能买到2文的，还不一定有货。你万万没想到，竟然以这种方式获得了1枚6文的极品丹药。你再无知，也知道这是何等珍贵。丹药每多1文，价值都呈几何倍数增长。6文的丹药，你更是闻所未闻。啊呜，貌似没啥味道。你咂吧嘴，毫不犹豫地将丹药吞入腹中。再珍贵的东西，吃进肚子里才是自己的。丹药入口即化，顺着喉咙滑入腹中。下一刻，你感觉四肢百骸凭空生出一股温暖的热流，如同无数条小鱼沿着你的骨骼经络，5脏6腑欢快地遨游，仿佛久旱逢甘霖，枯木再逢春。呼，你长长地舒了口气，再度睁开双眼时，眼神灼灼有光，身体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眼前的世界都变得清晰了许多。呼吸之间，空气似乎都带着芬芳，你感觉身体里充满了使不完的劲，好像一个垂暮老者，瞬间年轻了几十岁。6文丹药，名不虚传，而这仅仅是1碗鸡汤换来的。你暗自啧舌，这投资返利也太夸张了。当然，你很清楚，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投资对象迎宾。印象中，迎宾人如其名，性格就像个冰坨子，想要缓和关系，必定是任重道远。但无论如何，这返利是必须得刷的。红色天命嘛，过了这个村，8辈子都遇不到这个店。徐管家，你立刻叫道：“少爷，您有啥事儿？”管家忙不迭地跑了进来，你压低声音问道：“迎宾可有什么喜爱吃的东西？”管家愣了一下，想了想说：“大抵是没有了。冰姑娘平时无甚口腹之欲，可有其他喜爱之物？这咱也不知道啊。”管家苦着个脸，心想少爷今天又是憋着什么坏的？没事儿，难为你了。你回忆起以前的所作所为，不禁有些汗颜。管家正要离开，走到门口却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对了，少爷，老爷吩咐过，到了清渊宗脚下的城池，要带冰姑娘去看病，还给了200两银子的诊金。您看去，若是钱不够，从我的私房里支。你痛快地挥挥手，如果只是花钱就能换来奖励，那简直不要太划算。明早还要赶路，早些休息吧。是。管家挠了挠头，满心疑惑地退了出去。少爷这是怎么了？不仅对自己客气了，对冰姑娘的态度也180度大转弯。难道是出了趟门？长大了。翌日，第一缕晨光洒落，厢房中凝结的冰霜隐隐闪光。少女抱着双膝缩在床上，宛若冰雪中沉睡的精灵。迎宾做了一个梦，梦到了她上一世波澜壮阔的人生。她入清渊山，初时被查出绝脉，半年后得奇遇开脉，自此展露妖孽天赋，将同辈远远甩在身后。18岁时，
青渊宗主已非他对手，他走出东荒域，见识了更广阔的天地，最终位列9天之一，与中州、虞朝5帝平起平坐，号为黄天。那是9天10地中最强大的9人。然而，他悠悠睁开双眼，一切的一切都在提醒着他，他真真切切的回到了过去，并且还遇到了上一世从未出现过的东西。他还在，他的眼前是一片只有自己能看见的奇异文字系统，前世今生他都未曾见过这等事物。9天10地广袤无比，我也远远不算全知，这或许就是我从未曾接触的力量。迎宾垂眸片刻，心念一动，叮咚，绑定成功。宿主迎宾，本系统乃绝世天骄系统，致力于帮助宿主成就无敌之路。迎宾面容清淡，并未有太大反应。无敌之路他已经走过一次了，但下一条信息却让他呼吸凝滞了一瞬。通关奖励将能获得成仙之机，仙，这是存在于传说中的词汇。自虞朝定鼎江山后，成仙之路便已断绝，这也是历代9天追寻的最大秘辛。他上一世便是为了登仙，才选择了最艰难的道路，最终功亏一篑。而现在，这所谓的系统竟说有成仙之机，本系统将会囊括一定区域中所有同辈的天才武者，并进行排名，每个月一次。排名公布后，将会根据宿主所在的名字发放奖励。当前排名范围，东荒域。迎宾的脑海中瞬间多出了许多关于系统的规则与限制。天骄排名，上一世他本就是天才妖孽的代名词，如今重活一世，只会比曾经更强。若系统所说为真，无疑能大大缩短他重回巅峰的时间。提示：是否开启惩罚机制？开启后，奖励会更加丰厚，但需要在排名公布后，向榜首完成败北者的惩罚。求之不得，迎宾的选择毫无疑问，他必定是榜首。这惩罚对他而言根本不存在败北者的惩罚。开启成功，处理完这一切，迎宾推门而出。早，不远处，你也正好打开了房门，四目相对，你咧开嘴，露出了一个如沐春风的笑容。比之昨日，你脸上似乎没了那份阴翳，平添了几分风神俊朗。一夜之间，倒像个阳光大男孩了。迎宾看着你，觉得你似乎和他遥远记忆中的那个少年有了些许不同。大清早，驿馆里就热闹非凡，同行的少年少女们，有的在院里练功，有的正大口吃着早饭。你随手拿了个肉包，余光打量着身侧，少女迎宾的身前只有一碗清粥，清淡的如同她的容颜。早上光吃这个怎么够？你将装着鸡蛋的盘子推了过去。迎宾没有说话，只是抬起眼眸静静地看着你。他似乎有些虚弱，连嘴唇都缺乏血色，这份病态反而为她的美丽增添了3分娇弱。但任谁被这双好看的眸子盯着，恐怕都会不自觉的心虚。可你想起以前干的那些事，自己都觉得脚趾抠地，有些汗颜，给人家赔个罪是应该的。以前的事儿道歉了，我不指望3言2语就冰释前嫌。你若是心中有气，那无妨。迎宾一边剥着鸡蛋壳，一边轻飘飘的开口。你愣了一下，你并未从他的脸上看见任何言不由衷，那与其说是宽容，倒不如说是一种漠然，好像你以前做的那些蠢事根本不值得被他放在心上。既然从不在意，也就无需宽容也好。你苦笑着摇了摇头，觉得自己还是小说看多了。想当然了，不得不说，迎宾这样的反应反而更符合天命神眼对他的评价。宠辱不惊的人，往往能走得更远。事实也正是如此。迎宾腮帮轻动，再也没有多看你一眼。他曾见过无数波澜壮阔，也曾站在世界之巅。除了家人，这点微末之时的记忆，在他的人生中连一页都算不上，早已被扫到了不知哪个角落。在他遥远的记忆中，李默天赋平平，勉强进了青渊宗，在外门蹉跎1年后就被淘汰。而那时的他，早已成为同辈中最耀眼的存在。尽管现在的你似乎有了些变化，但对他而言，这并不重要。你的名字，未来恐怕在东荒域的排名榜上都找不到。你们或许连对方生命中的过客都算不上。他从不为无关之人分心。就在这时，你吃饭的动作微微一顿，投资成功，投资鸡蛋1枚，白粥1碗，奖励结算中，恭喜宿主，奖励1000两银票。你心中莫名感慨，他要是再能吃点该多好，1日3餐都能给你吃出个家财万贯来。宵夜，今晚必须准备宵夜。2天后，远方出现了一座雄伟的大城，宛若一头横亘在苍天之下的巨兽。这便是紫阳府城，咱们终于到了。这就是府城吗？好大啊！站在城门下，我都感觉自己像只蚂蚁。同行的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惊叹。最近正值青渊宗开山收土，人流更是络绎不绝。巨大的城门口车马喧嚣，仿佛开闸泄洪，确实气象不凡啊！你也不禁感慨，上辈子你见过各种国际化大都市，但来到此地，依然难掩心神的震动。比起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这座雕梁画栋的恢宏古城显然更加壮观。陆隐守城的军士披坚执锐，宛若铁塔。管家连忙递上铁牌，又交了1吊钱的入城费，马车这才被放入城内。一入城，仿佛踏入了另一个世界。你看什么都新鲜，像个土包子进城。这2天，你的荷包鼓了不少，靠着给迎宾投喂3餐，愣是给你吃出了1万多两银票，甚至还有1000两黄金。但一进这寸土寸金的府城，你觉得自己也没那么财大气粗吗？少爷，咱们来了紫阳府城，可不比县里。管家赶着车，小声提醒道：“本也在城中待不了2天。”你笑了笑，出趟远门，老爹都得让从小看你长大的管家陪着，可见你以前多让人不省心，这是怕你性情乖张，招惹祸端。马车行过朱红画桥，你看见了王虎，他正满脸喜色地从马上翻身下来，奔到一辆华贵的马车前。车上下来一个高大青年，穿着白色锦袍，腰间悬着一块写着内门2字的腰牌，青渊宗内门弟子。大家看王虎的目光一下子都多了些小心。小虎，我估摸着你是快到了。青年笑着扫过人群，
群，目光在你这里停留了片刻。你们初来乍到，料想不知去何处下脚。有家客栈老板与我相熟，不如去那吧。青年师释然一笑，便领着众人前往。我堂哥叫王浩，30出头，已是内门弟子。王虎仰起头，满脸桀骜，跟着他绝吃不了亏。众人自然是一阵恭维。他瞅啥？你愣了片刻，旋即反应过来，对方看的不是你，而是你身旁的清冷少女。也对，哪怕到了府城，迎宾的经验也未减分毫。在王浩的带领下，你们来到了一家位于运河边的7层酒楼，豪奢之气扑面而来。你瞥了一眼价目牌，最普通的房间都要20两银子，上房更是100两，这点钱没什么好节约的。你径直走到柜台前，劳驾2间上房。抱歉客官，我们这房剩的不多了，同来之人只能开1间。柜台前的先生歉然道：也好。你点点头，付了钱，刚拿到檀木房牌，便听见王虎的讥笑声。有人安排就偷乐着住吧，100两银子在紫阳府可冲不出阔气来，在这儿有钱可未必好使。你想起来了，这货是县里陆河帮主的儿子，而你爹是县尉，父辈一个是耗子，一个是猫，你们俩小辈自然也互相看不顺眼。与此同时，王浩也走了回来，故作歉然道：就剩13间上房了，你们既都是我堂弟的同乡，便将就住吧。一行人喜出望外，连连道谢。果不其然，王浩接着便看向迎宾，自信满满的说道：这位姑娘，房不太够，好在我在此处有个雅间，平时没人住，若不嫌弃，姑娘不妨住呢。没房间了。迎宾余光瞥向掌柜，正是。掌柜擦着汗连连点头。王浩脸上的笑容还没来得及绽放，就僵住了。只见少女径直走到你身前，拿过你手中的檀木房牌，一言不发递上了2楼，走进了青梅间。啪的一声，木门关上。嗨，看了眼面上一阵青一阵白的王浩，你下意识觉得有趣，却又笑不出来。看乐子，照镜子，摇摇头，你也上了2楼。房间里，你收拾完行李，推开窗户，和风吹拂，对面云遮雾绕的便是青渊山，上面的风景大概会更好。你喃喃自语，一朝穿越，你怎能甘心做个普通人？可按你目前的状况，入门大典恐怕都走不过王虎。对了，爹说城中有个相熟的医师，医术很不错。你回过身，对茶桌边的迎宾说道：不如咱们今天就去瞧瞧。不用。迎宾抿着热茶，摇头。你无奈道：去一趟，能缓解下症状也是好的。爹寄给了银子，我总要向他交差。3阳医馆也不远，过2条街就到了。3阳医馆，迎宾似乎在咀嚼这几个字，垂眸片刻，方才点头。好。傍晚时分，你们来到了3阳医馆。你取出父亲的手书，药童看到收信人后，表情一正，将你们请进堂中等候。片刻后，一个身穿麻布袍的中年人走了进来，他五官清瘦，长须垂胸，一双眼睛有起有神。大龙这孩子，亏他还记得老头子我。中年人看完信，脸上多了些笑意。你听出了不对劲，这位看起来跟你父亲差不多年纪，怎么说话老气横秋的？旁边的药童傲然道：师傅今年90有6了。96。你张大了嘴，这个世界果然不能以常理夺之。小到大了。麻袍中年摆摆手，你父亲说看病的是这小姑娘，上前来吧。等迎宾坐下，他屈指弹出一根金丝，绕在了他素白的手指上，但下一秒他就咦了一声，眉头紧锁。嗡，金丝轻颤，一抹寒霜浸同迎宾的指尖，飞速顺着金丝蔓延而来。啪！麻袍中年触电般的主动震断了金丝，心有余悸的吐了口气，好霸道。如何？你深吸了口气问道。匪夷所思。他冥思苦想后摇头道：照理说你根本活不到今天，小姑娘应当被查出过是绝脉吧？迎宾点头，老夫只是猜测，这或许并非绝脉，而是一种特殊的体质，不是病便无从治起，只能开些药减轻痛苦。迎宾意外了一瞬，又复归平静。能看出这一层，对方的医术在紫阳府已是顶尖。这是我炼制的纯阳丹，应当有效。200两银子。麻袍中年拿出一个瓷瓶，那倒也不贵。你点头，准备掏钱，然而他才慢悠悠地竖起一根手指头，1颗，不贵不贵。你反应过来后，便魔术似的趴到网桌上拍了一叠银票，甚至还有几锭金子。我要100万，谢谢。迎宾也竖起了黛眉。医馆内霎时间落针可闻。我有些私房。你腼腆地笑了下，应该够了吧？100万，你来我这进货呢，买回去当饭吃啊。麻袍中年嘴角微抽，将瓶子往前一推，就一瓶，12万也行吧。你勉为其难的点头，收下丹药，和迎宾一同离去。看着你们消失在夜色中的背影，麻袍中年摸着下巴，若有所思。若真是某种体质，这孩子的天资恐怕难以想象。另一边，你们走在夜市的街道上，尝尝。你回头将一串刚买的烤鱼递了过去。迎宾目不斜视，看着嘴角油渍未干的你，心中升起了疑惑。重生而来，他本以为一切都会按预想发展，但你好像成了那个唯一的例外。为什么？迎宾第一次主动提问。你心情不错，咧嘴笑道：硬的不行，只能来软的呗。万一你是个顺毛驴，心生感动就投怀送抱了呢？话音落下，气氛有点尴尬。安了，你摆摆手，换了个说法。以前你在我这没少受委屈，当这是补偿也好，投资也罢，总也就2000多两银子。等我入了清渊宗，都是小钱。迎宾黛眉微蹙，你哪来的胸有成竹？上一世李默分明只是勉强进了外门，这份情我成了。他清冷的嗓音落下，几乎是同一时间，系统的提示音在你脑海中响起：投资成功，投资3文纯阳丹12枚，投资成功。你的话语让对方的心境发生变化。本次投资成功，改变投资对象的人生轨迹，反馈奖励将获得暴击。恭喜宿主获得特殊反馈，改变心境。你有些不明所以，你也没说什么特别的话。天命之女就是天命之女，这都能有所感悟。特殊反
反馈，奖励暴击，这怎么看都是要出大祸的兆头。回到青梅间，你抱着被子躺在软榻上，看向刚获得的奖励，玄牝仙体，仙躯经滚滚红尘化凡，诸多玄妙，由此原始，是否领取仙体？这个画风都不对了，这分明是个武道世界。你心念一动，领取了奖励，瞬间一道只有你能听见的惊雷在你耳畔炸响，你的脑海轰然陷入混沌，仿佛天地初开。你感觉自己既渺小如尘埃，又伟岸不可直视。也不知过了多久，你失去了意识。不远处，床榻上的迎宾吞下纯阳丹，开始冲击开脉。他周身的寒意越来越盛，连帷幔都覆盖上了一层寒霜。忽然，他掀开被冻硬的帷幔，朝软榻的方向看去，只见你安然地躺在那，还打着小呼噜，睡得正香。没事。翌日清晨，你在软榻上睁开眼睛，眼眸深邃的像是藏着漫天繁星。从表面看，你还是你，但你感觉自己和整个世界都多了一份融入感。姓名：李默，根骨：玄牝仙体，天命：无。评价：身负仙体，命数混沌，未来无从得知。你的天命竟然变成了2个大大的问号，变化肯定是有的，但具体在哪，一时间也说不清。你想了想，不再纠结，你起身想倒杯茶，却发现水壶里的水都结成了冰块。这一切的根源都来自床榻上的那个冰坨子，但你竟丝毫没觉得冷。看来你已经变得寒暑不侵了，总不至于担心入门大典被刷下来，少说也能进个内门吧。你心情舒畅起来。一晃2天过去，第3天清晨，你推门进房，便见一个姣好的背影正对镜梳着青丝。你好了，比之前好些。迎宾白瓷似的脸蛋似乎变得红润了少许。他开麦了，快来吃早饭吧。你笑了笑，迎宾捧起碗，轻声道：谢了。啥？你动作微顿，两眼瞪大。冰坨子居然会说谢谢？我没听清，你刚刚说啥？你不太确定的追问，但迎宾却不言语了，自顾自喝起了清粥。天光大亮，你们吃过早饭，一同下楼。今天是青渊宗开山的日子，山门前人山人海。当当当，3声晨钟响过，矮胖老者高声道：根骨乃练武第一关，排好队，一个个上来摸骨吧。无数少年少女在青渊宗弟子的管理下自觉排队。吴平、秉夏和海阔、丁中10个里面也只有1、2个是丙等以上。小姑娘，上来吧。前面的老妪招了招手，迎宾走出人群，立刻吸引了无数目光。你摸了摸下巴，按照你看小说的经验，如果不出意外，他要么是十足的妖孽，要么是十足的废柴。果不其然，老妪的手刚搭上迎宾的肩膀，眉头就瞬间皱起，随即神情郑重，衣袍无风自动。下一刻，老妪直视的声音传遍全场：迎宾，假上！人群一片哗然，看来是前者。在各色目光的注视下，迎宾成了人群的中心，但他本人却不卑不喜，因为他知道这根本不算什么。不知不觉又过去了1炷香，终于轮到你了。老妪一把抓在你的肩头上，一股劲力冲了进来，但很快这股劲力就泥牛入海般消失了。他第2次皱起了眉，犹豫片刻，还是记下了你的名字：李默。丙等，过去吧。多谢，你早有意料。神色如常的通过了山门。嗨呀，丙等，老爹该不高兴了。你走到迎宾身边，用肩膀碰了碰他，爽朗一笑：到时你可得帮我说说话。老爹，那你说话管用。迎宾略感意外，丙等资质与记忆中相差不大，但你似乎并不示弱。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你满脸无所谓，好多人连山门都进不了，我已经很幸运了。还有句话你没说，慌什么？俺有卦。就在这时，不远处一个执事的通报再次引起了众人注意。王虎，虎臂抱腰，已中。场中又是一阵喧哗，除开2个甲等，王虎已经是天赋最好的了。一个铁塔式的中年人立刻上前，亲自捏了捏王虎的肩膀，满意的笑道：不错，确实是虎臂抱腰，他比你更适合练某家的虎豹奔雷手。王虎见状狂喜，当即拜道：见过师傅。待那中年人离去后，王虎的头抬得更高了，就差在脑门上写个拽字。他径直向你们走来，自信满满的抱拳：迎姑娘，咱们以后就是同门了。然后他就收获了一份无视。王虎被架在原地，脸色一阵涨红，只能又看向你。呵呵，咱们是同乡，我飞黄腾达，又怎会忘了你？不过内门外门有别，我下来一趟怕是不容易，见你一面，还不如见迎姑娘一面方便，对吧？他笑容险恶，内心膨胀的快要飘上天。你的天命神眼一直开着，自从王虎检测完根骨，他原本青色的天命就开始浮现一丝黑色，刚刚耀武扬威时，黑色又加深了几分，连评价都变成了刚愎自用，被内门执事浮屠当作试验品而不自知，前途一片灰暗。你不喜欢跟2婢计较，更懒得跟半个死人计较，于是你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啊，对对对。王虎一口气被噎在喉咙里，心中涌起无名邪火，但他很快就收敛了，因为他注意到矮胖长老的视线落在了这边。他冷笑一声，心中暗道：来日方长，反正外门和真传之间天差地别，他们凑不成一块，3枚太阳高悬，晴空万里。摸骨环节已经结束，但现场依旧喧闹，许多未能入门的人也留下来看热闹。在你们这些通过考核的弟子面前，有2条通往青渊山顶的山道，一条是门人平时进出所用，另一条则荒草丛生，古朴不凡。这便是大名鼎鼎的登天石阶。攀登石阶者可入外门，攀登50阶者入内门，登80层者为真传。矮胖老者站在登天石阶前，朗声说道：若是登顶了呢？王虎自信地询问。祖师有言，登顶之人为青渊宗掌门真传。矮胖老者嘴角微翘，然纵观宗门历史，奇才无数，能做到的唯有2、3人而已，那些无一不是假上资质，勿要好高骛远，反而能走得高些。他说着，目光若有若无地瞟向了迎宾。经过一番科普后，他大手一挥，一个时辰为限，都开始吧。话音落下，有弟子在青铜香炉中插上了一根手指粗的长香，开始计时。一帮胆小如鼠之人，我先来。王虎迈着6亲不认的步伐，第一个登上了10阶、10阶、20阶、30阶时，他的身体开始摇晃，但
但体内隐约传来的虎啸之声支撑着他踏过了第50阶内门了。人群中发出惊呼，有了人试水，其他人也纷纷跟上。直到迎宾踏上10阶，所有人的注意力便不自觉地转移到了他身上。毕竟大家都好奇，这位被评为甲上根骨的清冷少女能走到哪一步。10阶、20阶、30阶，如履平地，高度对他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他飞快地将其他人甩在身后，大家都绷不住了。这哪是登顶不登顶的问题，这分明是来刷新登顶时间记录的。很快，他就来到了第54阶。王虎发现身后忽然安静了，他回头一看，少女那宛若霜雪的眸光正静静地望着他，仿佛一轮悬于云端的冷月在俯瞰苍生。那一瞬间，他本能的不敢与之对视，默默地挪开了脚步。万众瞩目啊！你心中莫名感慨，这么想着，你也动了。藏拙不存在的，爬得越高，今后在门内的地位就越高，也更容易接触到天命优良之辈。迎宾这只肥羊，你可还没薅够呢。再者，你也想看看自己这玄牝仙体在武道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水平。一步踏上，这不就普通10阶吗？你歪了下头，一步跨了3层。高台之上，迎宾那小姑娘的性格对我胃口。宫装女子看着少女宛若风雪过境的身影，两眼发亮。这俩小家伙能凑到一块吗？薛景捻着长须，若有所思。你父亲在信中提过，想让迎宾当未来的儿媳妇。如今看来，这徒孙媳妇怕是不太稳了。丙等根骨，怎么看也成不了真传。薛景忽然看见了山道上那个健步如飞的少年身影。就在这时，一阵清越的凤鸣响彻天际。只见迎宾已然站在了登天10阶的尽头，数之不尽的飞鸟自四面八方席卷而来，顺从的绕着他盘旋。清渊宗的高层们似乎在迎宾的身后看见了一只尊贵而神秘的月白色禽鸟。始终一言不发的清渊宗主豁然起身，此女可宁百情形，具皇神显太阴之景。身处10阶上的其他人看不到异象，却也听到了那一声鸣响，看见了百鸟环绕的奇景。王虎更是不可置信，那个仙女士的背影离他只有40步之遥。正当他满目充斥着赤裸裸的占有欲，准备再往上冲几步时，他身后传来了脚步声。是你？你怎么上到这儿的？你肯定是用了什么手段，蒙混了登天10阶。王虎双目充血，脸色阴沉，还想站到他身边，给老子下去！他强撑着压力，就要来扯你的衣领。对方的动作在你眼里慢得跟乌龟似的。砰！你一个撩阴腿，干脆利落。王虎一张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剧烈的疼痛让他再也无法站稳啊！惨叫和翻滚声逐渐远去，清静了。你耸耸肩，继续往上走。刚才有执事看了你一眼，但并未多言。看来王虎说的对，10阶上确实没规定不能动手。他不是丙等资质吗？忽然有人出声，大家才反应过来。是啊，不对啊，他怎么爬到80层了？那闲庭信步的样子，竟也是轻松写意。你特么管这叫丙等？3两句话的功夫，顶峰上的身影已经由一个变成了2个。迎宾眼底也异色连连，在他眼中，登顶并不难，但能登顶的人里不该有你。微风吹拂，你衣袍猎猎，笑着道：“好巧啊，你也在。”一览众山小，胸中豁达之情油然而生。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必定是作弊了。从几10层阶梯滚落下来的王虎，本就摔得七荤八素，一看见登顶的你，更是气得两眼发黑。堂哥，这小子阴损毒辣，不配成为清渊宗的弟子。闭嘴！长老们自有定夺。王浩也觉得丢人，及时打断了堂弟的口无遮拦。观礼台上，清渊宗的高层们却都安静了下来。在他们眼中，你头顶虽然落了只乌鸦，但身后却有一个背对苍生的人影。那背影时而是渔夫，时而是书生，时而是将军，仿佛一不留神就变了模样。但在定睛一看，却又恢复了原样。你登顶的意象，竟然是你自己！见鬼了！这时，既然登上了100阶，那便可谓真传。诸位以为如何？薛景不动声色地扔掉被自己不小心扯断的胡须。一时间，长老们都看向了宗主。上官文仓沉静了片刻，开口道：“迎宾为掌门真传，李默为真传。”对此，长老们倒也不觉得意外。一个映照出平凡的自己，一个映照出尊贵的黄鸟，后者显然更有潜力。当长香燃尽，一个时辰到了，宗主上官文仓一步踏出，喧嚣的场中顿时安静了。入外门者，去外院事务殿领取妖品杂物；入内门者，可自主择一封拜入。无论拜入内门还是外门，都不可懈怠。你望向长老之中，微微一怔，薛景正朝你眨了眨眼。好吗？你此前还好奇，一个医馆的赤脚郎中怎么能拿出纯阳丹？原来是清渊宗的长老，迎宾为真传，入我门下。上官文仓再度说道。众人对此早有预料，却仍难掩心神震动。李默、临江、慕容霄同样有真传之资，可有哪位长老愿意收徒？临江和慕容霄很快就被长老们争相收下。你也在打量着他们。姓名：临江，天命，蓝，评价，天赋尚可，然急功近利，过刚易折。姓名：慕容霄，天命，蓝，评价，其父为人，其母为化形之交，性情良善，却饱受自身血脉影响。你轻轻倒吸了口凉气。慕容霄他爹是个狠人啊。对了，我呢？你回过神，发现长老们投来的目光多少带着些难色。这孩子天资极佳，可该如何教导？就在场中安静下来时，一个慵懒的嗓音打破了沉寂。小子，哥，你可愿拜我门下？你顺眼看去，便见那位宫装女子叉着腰站在那，宽松的宫装难掩惊人身材，像一朵肆意开放的牡丹花。自然，你并未犹豫多久，便行了个礼。见过师尊。你上前拜师，心中奇怪，怎么长老们看你的眼神都有点同情。你用天命神眼看去，姓名：商务，年龄27，天命子，评价：最年轻的清渊宗长老。你可以怀疑他的人品，但请不要质疑他的实力。近期遭遇，没钱喝酒了，正思索着怎么向其他峰的长老报答。对掌门真传迎宾很感兴趣，难怪高层们的眼神都怪怪的。合着你被收下，不是因为骨骼清奇，而是他对迎宾感兴趣。好歹是第一次遇见紫色，学不到东西也无妨，投资返利总归是有的。
你如此想着，心中放松下来，哼哼，以后你就归我罩了，在外面报我名字。商武一巴掌拍在你肩头，力道之大，让你倒吸一口凉气。青渊山主峰内务殿，咱们今年多了4位真传弟子啊！听说他老人家50年没有收徒了，此番莫非是动了培养继承人的念头？你们是没在现场？那姑娘美若天仙，几时夕就登顶了，堪称妖孽。不是还有1人登顶吗？那人拜在了商武长老座下，几位内门弟子议论得正起劲，听到有1人拜入第9峰时，皆是战术后仰，目光中隐约流露出怜悯。就在这时，矮胖的钱不凡长老带着你们走了进来，我带几位刚入门的真传来领东西。另外，第1个月的月俸也提前发了吧。入门的物品很快发了下来，2套云纹衣袍，1块赤铜腰牌，月俸则各有不同。慕容霄，月银500两，百炼锻造锤1把，玉骨丹2瓶。林业，月银300两，静心丹2瓶。迎宾，入青渊主峰，月银1000两，上等寒铁剑1口，纯阳丹2瓶。喜麦草10株。内务弟子连珠炮似的说了一长串，还补充道：“宗主有令，你可另选一座别院做住处。”秋水阁，迎宾不假思索道：“我呢？”你指了指自己，还以为被忘了。师弟是群玉峰的，你们峰为真传准备的。内务弟子拿出一本厚厚的册子递给你，你疑惑的翻开，只见上面写着：景泰162年2月，群玉峰玉之银两3000两；景泰162年3月，群玉峰玉之杏花90坛。密密麻麻的，赫然全是账单欠条。没错，钱不凡长老叹了口气，各峰真传的资源都是由各峰自行提供，群玉峰并未向真传弟子提供任何资源。不止如此，商武师侄还向内务殿预支了许多东西。你有空把这账单拿过去，让他早点把饥荒填上。你嘴角微抽，合着别人都领好处，到你这还得背债。钱不凡友情提示道：“对了，群玉峰上应当是没有你住处的，你最好早做打算，给自己修个草庐什么的。”草庐？你陷入了沉思，你如何也想不到，拜入青渊宗，成了真传弟子，竟会沦落到无家可归的境地。你怕不是个假传吧？住我那吧。忽的，迎宾朱唇轻启，你虎躯一震，怔怔的回过头，这还是你认识的那个冰坨子吗？秋水阁环境极佳，你们去做对神仙眷侣也好。钱不凡脸上多了些许姨母笑。钱长老，你多想了。你摇头啊，你俩小家伙不是一对。老钱愣了下，旁边已然响起迎宾清冷的嗓音：“不是。”堂中的气氛一时有些诡异。秋水阁依山傍水，风景秀丽，这宅子修得不错。你对新的居住环境很满意，又有些感慨。以前是迎宾寄人篱下，现在倒反过来了，这里好像许久没人住，先打扫打扫吧。你打量着四周，却没找到清洁工具。迎宾呼的道：“扫帚在花圃的石头凳子下。”你弯腰，还真翻出了一把扫帚。你去烧些热水吧。迎他自然的开口，仿佛在这住了很久似的。你成了任劳任怨的小保姆了。热气腾腾的水烧好了，你倒入了红木大桶中。恭喜宿主成功投资1桶洗澡水，帮助投资对象清洁身体，获得投资反馈，金条1根。你沉默半晌，对着院子里喊道：“1桶洗澡水不够吧？我再给你烧点。”入夜翌日，你照常醒来，做了早饭，没多久，外面便传来中气十足的呼声：“迎宾师侄可在？”一位老者坐在古朴大气的马车上，自称是宗主的马夫，奉命来接迎宾上山。瞧瞧，人家这才是真传的待遇，你只怕得走着上山了。李默，迎宾上车后，掀开车帘道：“你去群玉峰前，可以先备几壶好酒。”留下这句话，马车绝尘而去。你来到群玉峰顶，望着眼前简陋的木屋和断壁残垣，嘴角微微抽搐。如果不知这是在青渊宗内，你还以为这里刚被灾兽袭击过。师傅，师傅！你喊了2声，无人应答，便推开了木门。满屋子的酒气，床榻上，商武盖着毯子，睡姿四仰八叉。师傅，你凑到他耳边，轻声道：“钱长老上门要债了。”效果拔群，商武猛地弹起身，醉眼惺忪地看着你：“我是您徒弟。”你无奈道：“哦，想起来了。”他挠挠头：“你找我什么事儿？”你默然片刻，入门之后，您是不是该教我点什么？好像挺有道理的。他站起身，工装耷拉着，露出半个肩膀。没喝酒，我这记性就是不好。话音刚落，你便打开了一坛酒。商武鼻头微动，立马如数家珍，绿以酿，10年的更是难得。你上哪弄的？他拿过酒坛痛饮起来。我想起来了，他擦了把嘴。昨日我与韩鹤老鬼打了个赌，下届9峰会武，要是群玉峰的弟子排名更高，他就帮我把内务殿的账给平了。输了呢？输，作为我的弟子，你就不能有点信心？说着，他从箱子里翻出一本册子，这是我的独门心法，我心生连法。今天之内，我带你入门。你接过册子，看完之后问道：“师尊，我方才有地方没看懂。”呼噜呼噜，你抬头，发现你那没心没肺的美女师尊，不知何时又睡着了。姐，您能靠点谱吗？你正满头黑线时，系统的提示音响了：投资成功，投资10年绿以陈酿1坛，奖励结算中，恭喜宿主，奖励10年武道感悟。你索性走出房外，席地而坐，将10年的武道感悟全部加到了火星生莲法上。10年武道感悟注入成功，第9年，你的火星生莲法越发熟练，达到了小成境界。瞬间，无数画面在你脑海中涌现，你仿佛真的在这门功法上钻研了10年。你迫不及待开始了第一次修炼，丹田之中一缕热意升起。房内醉醺醺的商武眉头忽地一皱，嘟囔道：“天人合一，谁这么好的狗屎运？”与此同时，另一边青渊主峰练功殿，几位长老正围着迎宾，全部都在怀疑人生。一天入门了，薛景喃喃道：“准确的说，是1刻钟。”钱不凡提醒道。韩鹤长老嘴角抽动：“我当年花了1个月，是一声轻响，
寒风以迎宾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漩涡，他打通一脉了。韩赫瞪大了双眼，这般妖孽，我等倒是画蛇添足了。薛景面露苦笑，宗主特地让他们3人来教导迎宾，现在看来，他们感觉自己浑身都是差错。这里交给你们，我去趟群玉峰。薛景道，你去那做甚？晦气！韩赫长老冷哼一声，你们当真放心让商武教投递？钱不凡深深吸了口气，薛师弟，你快去吧，晚了我怕来不及。一道人影在山间闪烁，薛景一想到自家徒孙此刻正在商武的教导下开脉，就忍不住头皮发麻。晚点再去，可就不是误人子弟那么简单了，说不定就得给徒孙上急救了，这绝不夸张。商武曾经动过收徒的念头，结果第一天那倒霉蛋就走火入魔了。可惜啊，李默那孩子天赋虽好，却给人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其他长老不知如何教导，自己的真传名额又满了，否则与迎宾一同登顶的天赋，又怎会落入那样的魔窟？薛景现在已经不指望你能像迎宾一样一日通脉了，能平安无事就算烧高香。叹了口气，他脚下生风，整个人宛若遁入了清风之中。不过数息，便背着药箱踏入了群玉峰。然而还没登上山顶，薛景面上的担忧就转为了疑惑。不对劲，有人在引动天地之源练功。引动天地之源，又称天人合一，是所有习武之人梦寐以求的状态。商武这会儿应该在睡觉才对，今天怎么练起功来了？薛景加快了脚步。山顶，只见你静坐在木屋前，整个人仿佛融入了自然，身上的无数毛孔都在与外界交换着气息，仿佛身体已与天地相连。薛景甚至能感觉到你的丹田之内，仿佛已经种下了一颗莲种，正在疯狂吸收着元气。吃，轻响一声，还不等薛景震惊，又是吃的一声。开脉之后，又打通了一条主脉。薛景张大了嘴，整个人陷入呆滞，不仅成功开脉，而且1日之内便势如破竹地打通了一条主脉。不仅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学会了火星生莲法，还进入了天人合一的状态。薛景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薛长老，您啥时候来的？你耳朵一动，睁开了眼。你别分心，天人合一可遇不可求。薛景急得吹胡子瞪眼啊！天人合一，你怔了一下，不明所以道。可是我有点想上茅房哎。老薛头两眼一黑，这小子完全是不知珍贵，暴殄天物啊！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忽然有点破防？刚刚嫌太阳大，你还挪了个窝到树下，练功的速度还是那么快。难道别人练功时不这样？或许是玄牝仙体带来的好处。你闭上眼，再次进入了练功状态。而薛景一脚踹开不远处的木门，见商武还睡得昏天黑地，顿时额头狂跳。他从药箱中拿出根醒神香，在他鼻尖晃了晃。阿嚏！商武打了个喷嚏，看见来的是薛景，才不耐烦道：老薛头，你最好有事，你徒弟在外头天人合一呢，你还睡得着？你怎么睡得着？薛景没好气地说道：你喝多了还是我喝多了？商武歪着头，以为他在说天方夜谭，你自己出去看不就知道了。商武挠着头向外看去，这一眼吴姐立正了，恭喜宿主，眼是天人合一，让薛景心生感悟。恭喜宿主，眼是天人合一，让商武心生感悟。正在结算奖励，投资回馈，冰火酒3壶，投资回报5道感悟20年。哥，看你练功还能投资，这奖励简直跟捡来的没区别。冰火酒，你决定暂时不拿出来尝试了，以你对便宜师傅的了解，这酒拿出来指定剩不了一点。练功大概2个时辰，你实在坐不住了，膀胱是真的又酸又胀。你站起身来，那股奇异的状态就此消失。第一眼就看见薛景满脸感慨：老夫我该承你一个情啊。薛老严重了，父亲在家中时常提及你从善如流的拱手，呵呵呵，得亏他还记得老夫。薛景扶着长须，叹息了一声：你俩一老一少，气氛正好。你脖子却忽然发紧，感到一阵窒息。商武搂着你的脖颈，警惕地宣示主权：喂喂喂，这是我徒弟，你糟老头子别想着挖墙脚。小莫，你若想印证武学或找人切磋，不妨去山下的演武堂看看。薛景建议道。商武也点头，学些粗浅把式，演武堂倒也够了。可你却心想，姐，您是懒得教吧？不过有了心法，你也确实准备学些武技，去演武堂还能顺带看看有没有值得投资的对象，倒是个不错的去处。演武堂青石砖铺就的地面上，一个个外门弟子都在挥汗如雨的练功，其中也包括王虎。他一定是用什么法子蒙蔽了登天石阶，总有一天我要让他原形毕露。他将沙袋打得砰砰响，仿佛将其当成了令他咬牙切齿的某人。2位执事正在一旁交谈，其中一位摇头看向了人群中一个容貌普通的青年，他跟萧晴一样，该是内门弟子的。王浩眼神中流露一抹讥讽，胡子的天赋不是那废物能比的，曾经与我同批入了内门，却越练越废，气血都快衰落到刚开脉的程度了吧。2人正说着，你穿着云纹袍服，笑容阳光随和地走了进来。王虎见到你，一拳将沙袋打漏。李师弟，在下何洪峰，你这是？蓝袍外门执事起身礼数周到，你轻咳一声，和师兄有礼了，我来学些基础的拳脚武学，真传弟子跑外门演武堂来学基础武学。我师父睡觉去了，便是薛长老让我来的。你点了点头。师父，商武长老。何洪峰一想起那位火红宫中的美女长老，心下顿时了然，合理了，堂堂真传竟沦落到来外门学武。演武堂众人神色各异，真传弟子不能来外门演武堂吗？你问，规定并未说过不可，只不过今天拳脚的基础已经教完了。你顺着他的视线看去，便见到了正在喝茶的王浩。王浩头也没抬，语气不善：演武堂有演武堂的规矩，既然来晚了，谁也不能破例。堂兄，真传弟子了不起啊，来了外门也要按规矩办事。王虎一唱一和，你抬手让他们闭嘴，对着何洪峰道：我在旁边看别人练练，不坏规矩吧？那自然是可以的。你点头，便走入了演武堂中，朝着角落里那个叫萧晴的青年走去。这位师兄，方便我在这看你练功不？你先行了个礼。萧晴，你若想看，
便看吧，我不保证你能学会。萧晴闷闷道：“你笑容何许？”萧师兄练自己的便是，无需管我。萧晴眼神复杂，受了许多冷眼，他难得感受到他人的尊重，一时间竟生出几分同病相怜的心思。师弟，此为陆河拳，我从头开始，你注意看。他刻意放慢速度，将拳招细细演练，还分心讲解着武学宗旨。不多时，你就囫囵吞枣记了个大概。萧，这姓氏简直把非同寻常4个字写在脸上了。你开启天命神眼打量对方，姓名萧晴，天命子，评价虽根骨平凡，却悟性极佳，性情坚韧，未来大器晚成，自会有一番天地。最近遭遇身怀一宝七星古玉，此宝需要吸纳大量气血激活，导致萧晴境界从气血境时脉不断跌落。看完之后，你怔住了。萧晴师兄竟是紫色天命，好吗？以后干脆按姓氏搜集投资对象好了，把那些姓萧的、姓叶的全逮着薅一遍。李默师弟，你与王虎有矛盾的话，就早些离开吧。萧晴的眉头忽然皱起，这又是如何说？宗门演武堂，弟子们可以互相挑战切磋，被挑战者是不能拒绝的。意思就是待会儿王虎会故意来找你麻烦。你仍然是满脸的轻笑，好像并不将这事儿放在心上。就在这时，不远处王虎摩拳擦掌，上前推搡了一下某个外门弟子，几招便将其踹跪在地。来来来，让我看看真传究竟强在哪。他气势汹汹地向你走来，看着他气势汹汹的样子，你却半点不慌，毕竟你随时能把武道感悟加在陆河拳上。正此时，是一道带着寒意的树枝划破空气，王虎脸色大变，连忙闪躲，却还是被划破了脖子。众人纷纷朝着门口看去，门口迎宾面若霜灵，神情清淡，显然刚刚那一击出自他手。这该死的安全感是怎么回事？他要杀我！王虎脸色煞白，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王浩郑重其事地质问道：“迎宾师妹，同门之间怎可动辄杀人？”然后就被无视了。你怎么来了？你有些意外地问道。去藏经阁，碰巧路过。迎宾黛眉微蹙，又舒展开来，开麦了。就是不像你，还学了剑法。你好奇之余，也不由吃惊。红色天命真吓人，都赶上你开挂了。回秋水阁，迎宾朱唇轻启，不远处，王浩的脸色已经阴沉的能滴出水来。迎宾师妹，你刚刚可是差点杀了我的堂弟。迎宾脚步一顿，微微侧过头，玉石坠地似的嗓音响起：“我杀人从不差点。”对，太对了，是这个位。你心里暗叹。王浩瞬间被噎在原地。马车内，不愧是宗主的座驾，你啧啧称奇，像个进了大户人家的乡下仔。赶车的老马夫笑呵呵道：“老夫姓巴，这马车按金子算的话，大抵要几万两吧。”以为自己保有家财的你，瞬间感受到了贫穷。回到秋水阁，迎宾随手捡起一根枯枝，练习起了剑法。厨房门口，你问道：“今天有什么想吃的？”都可。我并无口腹之欲，那是你没碰到真正的美食。不是吹，我若认真下厨，普天之下都是独一份。你自信满满道。半个时辰后，院中飘荡着浓郁馨香的味道。你坐在炉子前，涮着薄如蝉翼的铁骨牛肉，绝了！当这个世界的异兽肉碰到来自蓝星的火锅底料，简直令人回味无穷。快尝尝！你涮好鱼肉，加到迎宾碗中，少女的嘴唇沾上一层红油，显得愈发阴然欲滴。好吃吧？尚可。迎宾动筷子的速度比以前快上些许。3楼房内，恭喜宿主投资益寿火锅1份，获得反馈奖励玄晶1枚。这顿火锅吃的也太值了！你掌中浮现一颗乳白色的晶体，里面蕴含着磅礴的元气。这枚玄晶岂不是正好能解决萧晴师兄的麻烦？玄晶反正我用不上，可以投资给他。你打定了主意，陆河拳倒是不用再学了，有20年武道感悟，怎么都能掌握。5年武道感悟注入成功，第4年你的陆河拳法大成。熟悉的感觉传来，你握了握拳头，有种跃跃欲试之感，直接在房间中演练起来。一招一式虎虎生风，一贯陆河，翌日演武堂。萧晴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脸色苍白，气息虚浮。你个废物，今天还敢来！王虎摩拳擦掌，萧晴拖着受伤的身子，一下一下的练拳，对他的话置若罔闻。李师弟今天没来，看来是听了他的劝告。萧师兄，你受伤了？听到声音，萧晴回过头，不由得一愣。李默，众人也不由得一愣。你真敢来啊！好，看来你是觉得我不敢向真传请教。王虎眯着眼睛，将目标变成了你，你不该来的。萧晴满脸严肃，你昨天挨了揍，今天不也来了？你浑然不在意的笑笑。萧师兄，此物你拿着，算是报答昨日传艺之恩。你掏出个玉盒子递了过去。萧晴打开一看，瞳孔猛地一缩，玄晶，李师弟，这我不能要，我体质特殊，用不上的。你笑容诚恳，你若受之有愧，便算是我借你的。作为我入门交的第一个朋友，再拒绝就是不给面子了。朋友，萧晴抱着盒子，怔怔地愣在原地，挣扎了片刻，他眼神坚定，用力抱拳。今日恩情，此生不忘，一切尽在不言中。那我以后要你帮忙的时候，可不客气了。你拍了拍他的肩膀，紫色天命啊，这次投资不仅能收获一位未来强者的友谊，还能得到系统回馈，简直是赢妈了。你坐在一旁喝茶，边查看起了投资反馈。恭喜宿主成功投资玄晶1枚，投资反馈：疾兵入体，绝学以兵杀锋锐之气，伐戮己身，以正极道不败之躯。完整的武学涌入你的脑海，这是一门极其精妙的横练法门。你决定练，不知不觉，自由练习的时间到了。李真传，今天你没有女人护着了吧？王虎狞笑着，将拳头攥得嘎吱嘎吱响。萧晴正要挺身而出，却只听得耳边风声呼啸而过。王虎只见得一个黑影在他眼中飞速放大，是拳头。砰一声闷响，王虎踉踉跄跄倒退，一屁股坐倒在地。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肋下的疼痛让他无法呼吸。你太弱了，和你切磋，怕是学不到什么。你淡淡开口，脸上依旧是淡淡的笑容。身旁的萧晴已经合不拢嘴了。陆河拳，这不对吧？李师弟昨天才刚学拳啊！偌大的演武堂，一时间死寂。见到这一幕的外门弟子们都以为自己没睡醒。你分明才学的拳法，今天就赢了王虎这个演武堂一把，并且只用了一拳就将其打得爬都爬不起来。你管这叫初学者？真传们都这么离谱？
普的吗？太师以上。何鸿燊眼神变幻，他看得真切。你不过打通了一条主脉，却碾压了气血境3脉的王虎，这固然有王虎轻敌的原因，但也说明你的拳法造诣远高于他。那一拳起码是陆河拳小成。王浩腾的起身飞快到了王虎身边，表情已经阴沉到了极点。李真传既不屑与外门弟子切磋，那便与我搭手吧。王浩，这不合规矩。何鸿燊放下茶碗，你一个入门好几年的内息境，找一个气血境切磋，脸都不要了。我不用内息，将境界压制到出入气血境不就好了？王浩没有给他面子的意思。内门弟子请教真传，就算闹到了我师尊那，也是合规矩的。你眼神微眯，既然压制到同一境界，未必不能试试。而且你刚刚实战时，胸中竟莫名涌起一股战意，此时非但没有消减，反而如燎原之火越烧越旺。这难道也是因为玄牝仙体？赐教了。你轻声开口，众人心神震动。你竟然真的应战了！你学拳和踏入武道的时间，满打满算才2天啊！萧师兄，你让开些。老萧呢？身边不知何时已经空无一人。萧晴不知去哪了。呵呵，你帮他人出头了，他人却跑了。王浩背负双手，嘴角勾起一抹讽刺，免得其他人说我以大欺小，让你先出。呼，话音未落，拳风已然临身。面对找麻烦之人，你可不会客气。脊背如弓，拳如炮锤，当着对方的肋骨下3寸，便砸了过去。砰，2个拳头撞在了一起。王浩被震得手臂发麻，但他实战经验丰富，直接开始反击。可他没想到的是，你竟显得十分老辣，对那一记刺向胸口的拳头不管不顾，反而合身而上，臂如钢鞭砸向他的肩膀。王浩心中凛然，这一拳已收不回来，他也发了狠，将气力催发到了极致。小成陆河拳，他也会。他肩头往后一缩，以势大力沉的一拳落在上面，却发现有股无形的气息拖住，差之毫厘就是砸不下去。而你自己则被胸口的一拳打得后退了几步。内息，你吐出一口浊气，看出对方佯装泄力，实则动用了内息，但你并未说什么，眼中的战意反而更盛。再来，王浩惊讶于你的韧性，心中冷笑越盛，终究是缺少经验，只会3板斧。下一秒，他忽地瞳孔一缩，你的拳头，啪！你刚猛的拳头竟然突破了那层薄薄的内息，真真切切地砸在了他的肩膀上。王浩踉跄后退，脸色一阵青一阵白。陆河贯通，大成。何鸿燊手中的茶碗没拿住，上好的羽前龙井泼了一裤裆。王浩猝不及防吃了大亏，不仅没认输，反而浑身轻颤，显然已经怒极。王浩，你想干什么？何鸿燊话音未落，王浩却已然冲了上去，掌中泛起一抹幽意，直接朝着你的丹田砸去。然而他还没碰到你，就跟个炮弹似的倒飞了出去，直接砸穿了墙壁。何鸿燊汗毛倒竖，僵硬的回过头，商长老，师傅，萧师兄。你愣了一下，回头便见门口站着2个身影，正是商武和萧晴。只不过萧晴一个魁梧的成年男子，此时正被商武一只手提溜着，脸色煞白。师傅，你怎么来了？这小子说你在演武堂受了欺负，我便来了。商武眯着眼睛，此时的他全无慵懒松弛之意，像只被侵犯了领地的母老虎。你心中了然，难怪老萧不见了，原来是给你搬救兵去了。灵性啊，老萧！可李师弟谬赞。萧晴被放下来，还是有些站不稳。师傅，你把他打成这样，没事吧？你看了看不远处的王浩，他被砸进了墙里，跟挂画似的，怕是不死也得残。哼哼，当然有事。商武双手抱胸，老娘罩的人都敢动，一个内门敢对真传出手，背后肯定有人指使。他指着何鸿燊道：“你去神兵峰，让浮屠滚过来，1刻钟内见不到他，我可就登门拜访了。你还担心打了小的来老的，事情闹大，师傅被问责。但商武这架势，好像是准备直接把老的也叫过来打一顿。”萧晴轻咳一声，低声道：“听说以前神兵峰很高的，只比清渊主峰矮些。后来韩鹤长老与商武长老起了矛盾，峰顶就被商武长老打没了。你看了眼那山峰上偌大的缺口，跟被凶兽啃了一口似的，顿觉荒谬又魔幻。宝贝徒弟，快过来，没受伤吧？”商武笑盈盈招手：“待会浮屠来了，咱得好好敲他一笔。你有没有信心？敲他一笔？你汗颜，难怪师尊来这么快。”神兵峰筑气院，何鸿燊手忙脚乱地跑进来：“浮屠执事，你快去吧。商武长老说，若是1刻钟看不见你，就打上神兵峰来。到底发生了何事？”韩鹤长老一拍桌子站起来，何鸿燊将事情说了一遍。韩鹤长老听得3尸神暴跳，但又忽然问道：“你方才说李诺逼的王浩动用了内息？”“没错，在大成的陆河拳那吃了亏，所以才气急败坏。陆河拳大成1日开卖，这等好苗子进入了商武门下。”韩鹤想想就脑壳痛。演武堂，浮屠踏进来，便见自己的徒儿陷在墙里，生死不知，而商武则大马金刀的坐在上座喝茶。“商长老，不知你将我弟子伤成这样是何意？”商武眉头竖起，声音比他还大：“是他先动的手。”说着还抬起你的手臂，指着你手掌上的淤青：“若不是我来得及时，我天赋异禀的宝贝徒儿就被你徒弟扼杀了。”你轻咳一声，想把手抽回来。“不是，师傅，我手上这点淤青是打人家打出来的。”浮屠将王浩从墙里拔出来，为了力疗伤药，才回头道：“同门切磋而已。”商武长老，你太过分了！切磋？他动用内息也是指点。商武啪的放下茶杯，愠怒道：“小莫，咱们清渊宗的门规怎么说？同门相残者可就地格杀。你适时开口。”浮屠恼怒的看了眼昏死过去的王浩，现在好了，同门相残这顶帽子扣下来，打碎了牙齿也只能往肚里咽。那就多谢商长老帮我管教弟子了，告辞。浮屠扛起王浩就打算走。以神兵锋可还欠我个交代。商武吐了口茶叶，韩铁给我来个1万斤，赤金1000斤，铁金10斤，少1两，你都别想走出这个门。在场众人皆是啧舌不已，这相当于神兵锋10年的产量。浮屠额头青筋暴起，狮子大开口：“商武，你莫要欺人太甚，欺你又如何？”一股炽热的气息蔓延开来，令人无法呼吸。你福至心灵，打起了圆场。浮屠长老只是神兵锋的指示，要那么多，他也确实拿不出来。弟子我也并未受伤，不如就少要些赔偿。
商武冷哼道：“道理是如此，徒儿你看要些什么赔偿能满意？”你轻咳一声，笔墨伺候，你提笔刷刷落下。片刻后便写了份清单。浮屠看了一眼，上面大多是商武爱喝的美酒和一些杂七杂八的珍贵物品，虽免不了大出血，却也不像刚刚那么离谱。来神兵峰取便是。浮屠表情阴晴不定，终究是吃下了这个闷亏。等他离去，商武才眉开眼笑，忽地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高兴地把你脑袋埋到胸口。如果要形容此时商武的身材，你会说令人窒息，不愧是我徒弟，已经学到我3分本事了。师傅，能分我1点吗？你腼腆的要求分赃。商武瞬间警惕。19，师傅你只要这么点，1成是你的，9成是我的。你无奈道：其实我只想要些异兽肉，拿来烤着吃。烤肉？商武杏眼微亮，你还会做饭？那可不，子阳府我说第一，没人敢说第二。你才说完，就感觉自己被滴溜了起来，四周景象飞速倒退，等你快忍不住吐出来时，脚下才有了实感。这里是神兵峰，神兵峰，那些可不是破铜烂铁。商武，你莫要对我神兵峰先辈无礼。韩鹤长老背负双手，满脸没好气。商武也不与他废话，手一伸，东西呢？浮屠拖着一辆马车出来了。你心中猜测，这怕是蓄谋已久，挑的都是能拿得出来的。恭喜宿主成功投资，给商武充当帮凶，完成了一次勒索。投资反馈：冰火酒3坛。投资反馈：6文清心丹2瓶。投资反馈：铁金10斤。你也高兴坏了，没想到帮师傅敲竹杠，竟然能被算成投资，大爆！呵呵，老夫岂会输人又输阵？韩鹤长老冷哼一声，希望到时你商武输了，也别给老夫耍赖。他说的是2人打赌之事，那老娘就给你个机会。输！商武笑着比了个大拇指，然后调转朝下，哼，我那徒儿不才，气血进5脉，已经能下神风洞第2层了。韩鹤淡淡的饮了口茶，不就下个神风洞吗？商武撇嘴，韩鹤长老不知这神风洞外人能进否？你问道。神风洞前进神风洞的意图为何？需待多久？一个内门执事记录着出入人员。你道，淬体练功至多2个时辰，你才出入气血境，来这凑什么热闹？走走走！韩鹤长老已经应允了，只是惊疑不定地记录了你的腰牌，态度缓和了些。你若要练功，切忌量力而行。第1层放的都是锐气，第2层是真正的力气。至于第3层，年轻人别好高骛远，那里存放的皆是灵气，没到观神境可不敢往内去。你拱拱手，走进了洞中，瞬间如芒在背的感觉越发深了。你旁若无人地往前走了50步，呼，走不动了。你长长的舒了口气，皮肤已经开始刺痛。武道感悟还剩10年，先将疾兵入体入门吧。10年武道感悟注入成功，你将疾兵入体，领悟到了大成，瞬间顿悟，你立马感受到了一番新的天地。淬体，你盘膝而坐，将环绕的冰沙锋锐之意引入体内，见你宛若入定老僧。有些人便议论起来，还有人打赌你能在此地坚持多久。然而赌局还没支起来，你就忽然站起身来。我去，这还没30息呢，他这也不行啊。等一下，他没往回走啊？是的，你并未回头，而是继续往深处走去，眼看着就要下第2层了。什么鬼？他不要命了？只见你脚步轻快，穿过了第1层尽头的门户，背影很快就消失在了楼梯尽头。刚下第2层，入眼的兵刃少了许多，但每一把都曾经历过厮杀。你顿感脑海微沉，仿佛有股冰凉之意侵入了心底，杀伐之意。你拿出一粒清心丹压在舌底，那种感觉才消散。还可以再往前走走。你继续前行，往前又走了100步，你看到了一个人影，那也是位少年，穿着真传服饰，脖颈间的肌肤隐约能见鳞片状纹路，表情挣扎。慕容霄，你用天命神眼望去，近期遭遇被冰沙之意影响，妖性复苏，若不及时抽离，恐怕会性情大变，杀意入体。上次看他的天命还是蓝中带紫，现在已经蓝中带黑了。你赶紧上前，掰开他的嘴，往里塞了一颗6文清心丹。神奇的是，他的灵台飞快恢复了清明。慕容霄茫然地睁开双眼，便见面前站着你，笑得阳光。你可算是没事了。你松了口气，多谢李兄出手。慕容霄小声道谢，我一时不察，竟被杀意侵了神智，只怕不仅仅是如此吧。慕容霄表情微僵，其实我也是在一本古籍上看见过，上面说半妖之体通常会被血脉所影响，你的血脉应当是蛟龙一类。你还没说完，慕容霄忽的神情几度变幻，最后脸色一沉，缓缓向你走来。你有些警惕，这小子该不会想杀你灭口吧？扑通，慕容霄干脆利落的跪了，求求你别告诉其他人。经过一番解释，你才搞清楚了原因，明蛟乃是灾兽，一旦暴露，慕容家必有大祸，所以他爷爷才散播谣言，说他是身负麒麟血脉。放心吧，我会守口如瓶的。你安慰道，但你以后总会露馅的。对了，慕容霄眼睛忽然亮了，方才李兄给我吃的是何丹药？诺，这叫清心丹。你将瓶子给了他。清心丹，我以前吃过，没有如此效果才对。慕容霄倒出一颗，辨认一番，眼神又暗淡下去。这确实是清心丹，但是6文的。行了，我先走了，我还得去练功。你摆摆手，李兄，你的丹药你先留着便是。男儿膝下有黄金，算没白受你这大礼。慕容霄拿着瓷瓶，呆呆地跪在原地。不是吧，大哥，6文丹药啊，还是一整瓶，他都不知道这到底值多少钱。慕容同学心里忽然有点后悔，跪都跪了，应该再给磕2个的。他想追上去道谢，却发现你已经去了第3层。李兄，李莫兄，那是3层啊，气血境下神冰洞3层，光是想想都令人毛骨悚然。不行，李兄刚救了我，绝不能让他出事。我去不了3层，那就只能去求师尊了。慕容霄一咕噜爬起身，飞快地朝着洞外跑去，而你对此浑然不知。正迈入了第3层，抬眼望去，山壁上零零散散地插着各种兵刃，每一把都曾被内境高手所拥有，他们带来的冰沙锋锐之气和
何止强了数倍，到这应该差不多了。你找了块青石坐下，蹲喝了2口冰火酒，开始吧。你吐出口酒气，运起极冰露体，那些冰沙锋锐之气冲刷过你的身体，痛！你额头流出细汗，咬牙坚持。你感觉自己的肌肉像是被不断打磨的顽石，逐渐露出其中的玉光，变得越发强韧。汗水打湿了衣衫，你的头顶冒出白烟，你直观的体会到横练究竟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嗡！正当你修行之时，插在石壁上的冰刃仿佛尽接受到了感应，纷纷震动不休起来。